盘点我国最重的冷兵器，就连青龙偃月刀也只能排在第7，第一足有7800斤。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列出。第10，水墨禅杖。这把武器是《水浒传》中花和尚鲁智深的成名利器，禅杖打开生死路，借刀杀尽不平人。而这把禅杖的重量，在《水浒传》中可以说是佼佼者了，并且水墨禅杖的来历也非常有意思。一开始，花和尚鲁智深想要打造一把重达100斤的禅杖，这时铁匠说太重了，并其说道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也只有81斤，于是鲁智深就说打一条81斤的。铁匠还是说太肥了，不好看也不好使，最后就打造了一条62斤的禅杖。不过这个重量的武器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的，但是在我国冷兵器的重量排行榜，以水墨禅杖的重量还是只能排在倒数。第9名，方天画戟，又称画杆方天戟，乃是人中豪杰吕布的武器，在戟杆一端装有金属枪尖，一侧有月牙形利刃通过，两枚小枝与枪尖相连，可刺可砍。同时方天画戟可以说是集轻兵器和重兵器功能于一身，在熟练以后，既可以和重兵器对抗，如锤等比拼力气，也可以和轻兵器矛刀比拼招式技巧，故该兵器的使用者在战场上身体素质很强。而在三国中，吕布曾经还凭借着手中的方天画戟，接连挑战张飞、关羽、刘备都不落下风，纵横驰骋，英勇无敌，可见这把兵器绝对不凡。不过在重量方面，吕布使用的方天画戟重量并没有很惊人，大概只有72斤左右，这和第8名双铁戟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。双铁戟乃是曹操手下名将典韦的武器，他也是拿着此兵器跟随夏侯惇四处征战，数次杀敌有功。而这把双铁戟虽然只是用寻常冰铁打造，不过却非常有分量，左手戟重39斤，右手戟重41斤，加起来共重80余斤，可在典韦手中却能运行自如，左右开弓，可守可防，冲锋陷阵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把80斤的双铁戟耍得虎虎生威，可见典韦的力气是有多大。而典韦也为保护曹操拿起此戟，率10余人打叛军，击杀多人，可见这把武器的不凡。我国最重的冷兵器，你都知道是什么？第7，青龙偃月刀。想必这把刀对大家而言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，这是三国时期武圣关云长所使用的武器，而青龙偃月刀身上那磅礴的气势和刀身上精美的花纹，也是非常符合武神关羽的气质。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青龙偃月刀是一把重达82斤的重型大刀，主要的用法有劈、砍、挥等等，能驾驭住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。而在三国中，关羽也是凭借此刀温酒斩华雄，于万军中取颜良文丑首级，一路过5关斩6将，为蜀汉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，给大家演绎了一段单骑走千里的传奇故事。不过以青龙偃月刀的重量，在我国的兵器重量排行榜中也只能位列第7。第6，车轮板斧，因外表更像是战车的车轮，从而得名，是古代比较著名的重型冷兵器之一。而该武器的全身都是采用精铁制造，光是手柄的长度就足足有2米长，并且还非常的厚实，这也使得车轮板斧的重量一般在85斤左右，甚至有的重量达到了恐怖的100斤之上。如此大的质量，也使得一旦挥舞起这把板斧，便可一击击碎敌人的铠甲，从而给敌人造成严重的内伤。除此之外，使用这把武器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止敌人近身的作用，只要使用者的力气够大，像什么挥、扫、砍等等技法都能使用，所以车轮板斧也算是大型武器中的佼佼者了。不过把它的重量和第5名铁锥枪相比，还是有点不太够看。大家对铁锥枪这把武器可能有点陌生，但铁锥枪的使用者乃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子岳云。所谓虎父无犬子，岳云在南宋时期也是数1数2的名将，16岁的他就随父出征，手持铁锥枪，冲锋在前，永不可挡，屡次立下奇功。最惊人的一次是岳云使用这把武器于金子潭大战80回合后，一锤将其打死，从此一战成名。而他所使用的铁锥枪也是十分之重，单枪的重量高达60斤，合并起来共计120斤，这个重量正常人想把它举起来都会比较吃力，更别谈使用。第4，虎头盘龙戟，此兵刃乃是西楚霸王项羽早年的兵器，而项羽乃是兵家4圣之一，他推翻了秦朝的暴政，自封西楚霸王，并且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项羽是一位力量型武将，在青年时就力能举鼎。不过项羽虽然精通18般武艺，但他最喜欢使用的还是戟，并且他还给自己使用的戟名为鬼神。而这把虎头盘龙戟长达约1尺3寸，重量也达到了129斤，一个正常人都未必能将其举起。不过想想这是能单手举鼎的霸王所使用的武器，倒也没什么好惊讶的了。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西楚霸王项羽绝对使用不了下一把兵器。盘点我国最重的冷兵器，今天它来了。第3，凤翅鎏金镗，又可称为凤翅镗，因兵器两边的外展如同凤翼而得名，又因为这种兵器通常以鎏金打造，所以便有了凤翅鎏金镗这个名字。在隋唐演义中的第2好汉宇文成都所使用的也正是这把兵器。而凤翅鎏金镗作为重器械，形似叉且重大，其中间的利刃枪尖称为正锋，侧右分出2股月牙形的刀刃，下接镗柄，全长大约3米，两侧弯翘锋刃长各25厘米，上有1.5厘米的齿尖。如此看来，倒是与方天画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不过凤翅鎏金镗却是方
方天画戟的好几倍，达到了惊人的320斤。不过凤池鎏金镗这把兵器的重量，甚至都没有达到第2名雷鼓翁金锤的一半，而大家对这把铁锤应该都不陌生，这也正是隋唐演义中西府赵王李元霸的心爱兵器。就他手上的2把铁锤，单个就达到了惊人的400斤，一对铁锤的重量加起来更是直接到达了800斤，而这个重量估计就连世界上最厉害的举重运动员都不能完成挺举。不过这柄铁锤却能被李元霸使得生龙活虎，可见其力量之大。同时雷鼓翁金锤还是4猛8大锤之首，一般都是最强1级武将的兵器。第一，丰城巨剑，这是目前已知国内最长最重的剑，同时它也号称天下第一剑，目前就坐落在被誉为剑城的江西丰城。而这把剑于2008年开始打造，并且全身都采用青铜材质，打造的原型是来自干将的太阿剑，这使得丰城巨剑从整体造型看上去非常的霸气。其次，这把剑共长22米，重量也是达到了7600斤，此剑就算是天生神力的古人都无法挥动。不过这把巨剑目前已经成为了丰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但以它7600斤的重量，将其排在第一，实至名归。